沈长清死的那年，沈家只剩下一个未过门的童养媳和一个10岁的孩子。我叫阿宁，为了沈家那口薄关，我梳起长发，在那座透风的破屋里守了整整10年。我亲手把沈燕送上战场，又亲手把她判成了威震天下的镇北将军。可当他凯旋归来，褪下甲胄站在我面前时，我才发现，当年那只会拽着我裙摆哭的小狼崽，眼里的深情与野心，早已让我招架不住。他看着我，眼里藏着我看不懂的火。他没叫我嫂嫂，却在看见邻村秀才向我提亲时，第一次在平静的表面下露出了嗜血的獠牙。他走的那天没让我送，我躲在村口的树后，看见他骑着那匹瘦马，背影挺拔如松，连头都没回一下。那时我以为他是恨我非要送他去那吃人的战场。往后的5年，沈家这座破屋成了我一个人的牢笼。村里人都说我是望夫石，说我守着一个死人的名分，迟早要熬干枯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我只能看着他寄回来的染血银两发呆，每一锭银子都像在提醒我，他在远方玩命。3年前，巫山绝境，沈燕躺在冰冷的死人堆里，左臂被流箭贯穿，失血过多，让他的视线开始模糊。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，唯有敌军搜山的脚步声在雪地上发出刺耳的咯吱声。他颤抖着手，从怀里摸出一个红布囊，红布囊被鲜血浸透，那是离别前我塞给他的，里面没放符纸，只有我的一撮发丝。沈燕死死捏着布囊，指甲几乎嵌进掌心的肉里，那股发丝传来的微弱触感成了他与这人间唯一的联系。阿宁还在等我，我若死了，谁来护他余生？谁敢欺他无后？凭着这股疯狂的执念，他生生从地狱爬了回来。他活着不再是为了报效国家，而是为了回家，把那个守了10年空房的女人彻底纳入自己的羽翼之下。沈燕回乡的那天，惊动了半个县城，可他推掉了所有的官场应酬，甚至没去那座御赐的将军府，反而一身布衣搬回这间漏雨的小破屋。他收敛了战场上的戾气，每天默不作声，劈柴、挑水、修补屋顶。在旁人眼里，他是至孝至义的弟弟，可在我眼里，他更像一个猎人，一个随时准备捕猎的猎人。他的眼神始终焦灼在我身上，那目光太过炙热，烫得我不敢回头。我唤他，阿燕，将军要有将军的样子，这会儿嫂嫂来做。沈燕正挥动斧头，手背上青筋暴起，她猛地停住，低头看着我，声音压抑而沙哑，嫂嫂若真疼我，就让我多做些，这10年你辛苦够了，往后你只需要看着我。他不敢告白，因为他知道世俗的枷锁有多重，他怕吓跑我，怕那双清亮的眼睛里露出厌恶。每当夜深，他隔着一堵薄薄的土墙，听着我轻微的呼吸声，手心紧握着那个旧布囊，心里的渴望像毒草一样疯长。他想冲进去，可他还在等一个借口，等一个能彻底撕碎嫂嫂这个称呼的借口。这个借口在王秀才上门提亲那天终于来了。宁姑娘守节10年，实在是全县的典范。王某不才，愿以正妻之礼迎娶，后半生定不让姑娘受半分委屈。王秀才在屋里摇头晃脑，桌上摆着几匹寒酸的红绸。沈燕当时站在院子里，擦拭内杆，随他征战四方的金刚长枪。听见正妻2字，那长枪发出刺耳的鸣叫，枪尖竟在石地上划出半寸深的裂痕。他推门而入，满身杀气，
让屋里的温度瞬间降到冰点。王秀才被他一瞪，吓得连连后退。沈燕却连个余光都没给他，他只是步步逼近我，嗓音冷得掉渣：“嫂嫂，你要嫁他？你觉得他比我有力气，还是比我有权势？”我心乱如麻，下意识退后。阿燕，我年岁大了，沈家如今也有了名望，我也该有个归宿，不该拖累你。归宿？沈燕突然狂笑，那笑里带着绝望的怒。她猛地拔出腰间短刀，咣的一声，钉在桌子中央，将那几匹红绸刺穿。王秀才尖叫一声，连滚带爬逃出沈家大院。沈燕将我困在墙角，她的呼吸灼热，喷在我的颈间，眼底一片骇人的赤红。我的诰命夫人还没送出去，你想去哪家当娘子？沈长清死透了，连尸骨都化了，你难道要守着那座空坟过一辈子？那我算什么？我这5年的血是白流了吗？我尖叫：沈燕，你疯了！我是你嫂嫂，我是你哥哥未过门的妻。我想推开他，却被他那双手臂像钢铁一样紧紧箍住。他低笑：嫂嫂。沈燕伸手扯过墙上那本族谱，那是沈家宗法，也是我身上的枷锁。他看着沈长清的名字，眼里闪过一抹嘲讽。下一瞬，刺啦一声，他把族谱撕成2半，随即扔进炭火盆里，火焰瞬间窜起，映照着他狠厉的侧脸。沈长清死的那年，沈燕也跟着死了。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沈北。阿宁，这5年我在死人堆里爬出来，想的不是光宗耀祖，而是怎么把你从嫂嫂的位置上抢下来。从今往后，这世上没有沈家长媳，只有我沈北的妻。他封锁了整座宅院，亲兵守在门口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那晚红烛高照，沈燕脱下厚重的战靴，单膝跪在床前，她执起我那双粗糙的手，一吻落在掌心，带着近乎卑微的占有欲。这10年，你护我长大，阿宁，这笔债，你得让我用一辈子来还。你若不肯，我便将这天下都翻过来，陪你一起沉沦。婚后的沈燕，成了京城最让政敌不屑，却最让女子艳羡的惧内将军。他推掉了所有的军中庆功宴，只为了回家陪我吃一碗亲手擀的面。每当我抱怨他买回来的珠宝太多太霸道，他就从背后拥住我，将头深深埋在我的颈窝，像在嗅着他唯一的救命良药。阿宁，你不知道，在巫山快死掉的时候，我有多后悔，没在临走前亲你一下。他闷声说着，声音里还带着当年那只狼崽子的委屈。夕阳洒进将军府的院子，岁月在这一刻变得无比静好。那个曾经只会拽着裙摆哭的孩子，终于用他的强大与偏执守到了他唯一的月亮。这就是阿宁与沈燕的故事。有些爱藏在亲情的名义下，却比烈火还要炽热。沈燕在战场上拼命，是为了活着回来见他。他在回乡后隐忍，是怕失去他。直到那一场吃醋的爆发，才让他决定不再伪装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养成系、竞技感、强取豪夺的故事，请点个赞。我是您的打翻故事茶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，如果您是阿宁，面对这样一个霸道又深情的将军弟弟，您会选择逃离世俗，还是选择与他携手白头？我们下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再见。